我老公是游泳教练，他带着我们的儿子去海边游泳，正巧偶遇他的白月光带着女儿。他抛下8岁的儿子，拿着给儿子带的游泳圈去教白月光的女儿学游泳。涨潮时，儿子被海浪卷走，发现时已没了气息。我疯狂拨打着老公电话，让他给我个说法，可却听到我老公说：“你烦不烦？同学的女儿发烧，要住院，今晚我在这里陪夜，就不回家了。同学的女儿发烧，他陪着，自己儿子溺水死了，竟还没有发现。”我冷笑一声，将离婚协议摔在他的脸上，签了，别墨迹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做了1天的手术，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刚从手术室出来，突然接到一通电话：“你好，我这里是公安局。2个小时前你的儿子在海边被浪卷走，刚刚被打捞上岸，心里被重重一击。”我随即感觉天旋地转。秦岩不是说带儿子壮壮去他上班的游泳馆游泳吗？儿子怎么去海边了？我连忙给秦岩打电话，但是电话那边嘟嘟2声后就被挂断，接连打了好几个都没有接通。我顾不上秦岩，打车来到警察说的地点。刚下车，远远的就看到躺在地上的壮壮，他脸色惨白，一动不动。我脚下一软，跌坐在地上。在来的路上，我一直抱着希望祈祷，可能是警察搞错了。可在这一刻，我不得不接受现实，颤抖着手抚摸着他冰凉的脸。我再也绷不住，嚎啕大哭起来：“壮壮，你睁开眼睛看看，是妈妈，你醒醒，我们一起回家。壮壮，别睡了，海边风大，快起来跟妈妈回家了。”望着不再回应自己的儿子，围观的人群用同情的目光看着我们母子俩。有人上前劝我节哀，早上还活蹦乱跳和我撒娇的孩子，现在却全身没有热度地躺在我怀里。这个打击让我无法接受。天色渐渐暗下来，在警察的安排下，儿子被送到了殡仪馆。秦岩始终没有给我回电话和消息，我沉默地再次拨打他的电话，1遍、2遍，一直到第8遍，终于接通了。我还没有来得及开口，电话那头的秦岩不耐烦的声音传来：“温静初，你烦不烦？我既然拒接了你，那肯定是有正事在忙。我同学的女儿发烧，要住院，今晚我在这里陪夜，就不回家了。同学的女儿发烧，他殷勤地陪着，而自己的儿子都溺水死了。他这个把孩子带出去的爸爸竟然还没有发现，心中的火气蹭蹭地冒到脑门。秦岩，我不管你正在干什么，快给我滚回来！我说话的语气激怒了秦岩。温静初，你什么时候说话这么粗鲁了？让谁滚呢？下不为例。再让我听到一次，你就等你瞧。对了，壮壮的电话手表我没有打通，这熊孩子应该是自己回家了，估计看动画片看入迷了，没有听到铃声。看我回去非得揍他一顿不可。8岁的孩子失联，他不仅不着急去找，竟然还埋怨孩子。我再也压制不住心中的怒气，没有机会了。壮壮他死了，被海浪淹死了，你为什么把他带到海边？又为什么丢下他自己一个人在那里？他只是一个8岁的孩子呀！说到后面，我是呐喊出来的。电话那边沉默了一瞬，随后是秦岩的笑声：“你在说什么胡话呀？壮壮会游泳，怎么可能淹死？他都8岁了，自己在海边还能丢了不成？好了，我还要忙，先不说了。”我再打过去，又是拒接，最后干脆是关机。站在殡仪馆门口，这一刻的我很是无助和绝望。在公安局，警察调取了海边的几个监控给我辨认，
监控中，秦岩和一个带着小女孩的女士走了，还把壮壮身上的游泳圈也一并拿走了，留下壮壮一个人在海边玩。后来涨潮时，壮壮被浪卷进了海水中，一直到殡仪馆拉走壮壮，秦岩也没有出现。第二天，壮壮火化之前，思来想去，我又给秦岩打了一个电话，然而竟是一个女人的接的电话。是嫂子吧？我是秦岩的高中同学胡潇潇，不好意思啊，昨天我女儿在海边游泳着凉了，秦岩帮忙送我们到医院，陪了一夜。嫂子，你不会生气吧？秦岩一会儿买早饭回来，我就让他回去。胡潇潇，我从秦岩的朋友那里听说过，她是秦岩高中时暗恋的女神白月光，拿走了壮壮的游泳圈，扔下壮壮独自在海边，导致壮壮溺水死亡，竟是秦岩为了教白月光的女儿学游泳。这时候秦岩接了电话，静初，我在你们医院，一会儿你上班把壮壮一块带来吧，我同学的女儿生病，我看孩子住院挺无聊，让壮壮来陪他玩。昨天说联系不上儿子，现在也没有问一句儿子有没有回家，张口闭口都是白月光的女儿。秦岩，你没有心。想到孤零零躺在殡仪馆的儿子，我心中愤恨不已。秦岩，你听清楚，由于你的失责，害得儿子淹死了，一会儿他就要火化。你如果想见壮壮最后一面，就赶紧到城南的殡仪馆和壮壮道歉，让孩子走得安心。说着，我已经泣不成声，为我的壮壮感到心疼。温静初，你也太狠毒了吧！壮壮是你的亲生儿子，你就算不想要他来医院，也不必诅咒自己儿子死吧。我把壮壮的死亡证明发到秦岩的微信，我不会无聊到拿这种事和你赌气，你自己去看微信消息。几秒钟后，秦岩气急败坏的声音传入我的耳朵：温静初，我看你不仅恶毒，还幼稚。你利用自己医生的身份，开一份假的死亡证明来吓唬我。你当我是傻吗？我不会相信你这种鬼把戏的。我压下心中的怒火，讽刺道：秦岩，睁开你的狗眼，好好看看，死亡证明上的章是我们医院的吗？那是公安局开的。温静初，你这玩的有点大了，伪造公安局印章，开假证明，这是犯法的行为。我咬牙切齿地说道：既然你不相信我说的，那你就去网上搜一下，这是昨天上了新闻。秦岩敷衍道：行了，既然你不想让壮壮来就算了，我还得给我同学的女儿讲故事呢，没有闲工夫上网搜这个那个的。我怒吼：秦岩，你不来就再也见不到壮壮了，你不来找他当面忏悔，以后每一个午夜梦回时，壮壮都会来找你，质问你为什么害死他。秦岩也怒了：温静初，你是不是被鬼附身了？神神叨叨说些什么呀？改天我带你去寺庙做法驱驱鬼。我挂了电话，没有等来秦岩，是我一个人看着壮壮被推进焚化炉，过往的一幕幕像过电影一样在脑海中飞速闪现。日日夜夜相伴的8年，如今儿子走了，我的灵魂仿佛也被随之抽离走了。抱着壮壮的骨灰回到家，我把骨灰盒放在壮壮的书桌上，看着旁边摆放的照片，我心中的悲伤再次涌上来。躺在壮壮的床上，我哭累了就睡过去，醒来又接着哭，如此反复，直到天黑。晚上秦岩回来了，刚一进门就大声嚷嚷道：今天你们怎么睡得这么早？静初，我给你打电话你怎么不接，也不回我的消息，我让你给我留晚饭，你留了吗？壮壮，爸爸打你电话手表，你关机了，不是告诉过你不要随便关机吗？
爸爸妈妈联系不上，你会很担心的。担心？这话听起来是多么讽刺啊！昨天他把壮壮独自丢在海边，他不担心。联系不上壮壮时，也没有去找。我把壮壮的死亡证明发给他，他也不相信。他要是真的担心儿子，早就找过去了，只是嘴上说着爱儿子，行动上却没有任何表示。客厅和房间的灯都亮了，秦岩走进壮壮的房间。壮壮，我知道你没有睡着，爸爸和你说话呢，装聋是吧？秦岩走进床边，才发现床上躺的是我。静初，你怎么在壮壮的床上？他扫视了一圈房间，壮壮去哪了？我怒瞪着他，指了指书桌上的骨灰盒。他狐疑地走过去，随后生气地回头冲着我吼道：哪来的骨灰盒？你把这玩意放家里做什么？接着他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：是不是你妈？他身体一直不好，没想到这么突然。是今天的事吗？你怎么没有通知我呀？亲戚朋友知道了得怎么看我这个做女婿的呀？什么时候举行葬礼？我去安排。看着他滔滔不绝地自顾自地说着，我感觉眼前的人是那么的陌生。你忘记上午我在电话里和你说的话了吗？还是压根就没有放在心上？他一副茫然的样子，眯着眼睛，似在回想之前电话里我说的话。房间里陷入了沉默。忽然秦岩讥讽一笑：你是说壮壮死了，还搞了个假死亡证明忽悠我的事？静初，别闹了，我这2天太累了，没有心情陪你玩。说着他就要走出房间，刚走2步又回头：你妈举行葬礼的时间定下来之后告诉我一声。我朝着他的背影声嘶力竭地喊道：秦岩，你给我听好了，我妈好好的在她自己家待着呢，死的人是壮壮，你的儿子。他昨天在海边被浪卷进海里，淹死了。我在监控里看到你扔下他一个人，和一个带着小女孩的女人走了，还把壮壮的游泳圈也拿走了。是你害死了壮壮。说话间，我光脚冲下床，走到秦岩身边，在他愣神的瞬间掐住了他的脖子，无奈力量悬殊。秦岩反应过来后，一把把我推倒在地上，气急败坏地说道：温静初，我看你真是疯了。这时秦岩的手机响起了消息提示音，他用手滑动着手机屏幕，脸色逐渐发生变化。这不可能，新闻都是瞎胡编的，怎么会是壮壮？我想他终于是看到了有关壮壮的新闻报道，新闻只是给壮壮的脸部打了码，衣服并没有打。而昨天秦岩和壮壮穿的是我给他们定制的亲子泳衣。秦岩蹲下身向我展示手机画面，我注意到他的手在微微颤抖。这不是壮壮对吧？你把壮壮叫过来，我有话和他说。原来秦岩的领导在工作群里转发了有关壮壮的新闻，警示所有教练在教学员游泳时万不可打马虎眼。这就是壮壮，泳衣是我专门定制的，左胸位置有印着你们名字的拼音缩写。我的话犹如一记惊雷，精准地劈中秦岩。他踉跄着后退一步，满脸的震惊和不可置信。他喃喃自语道：壮壮会游泳，他怎么会发生意外？一定是有人故意把他推进深海里。事到如今，他还在试图推卸自己的责任。我冷笑一声：壮壮再会游泳，他也只是一个8岁的孩子。你是教练，明明更清楚在没有游泳圈的情况下，孩子在海浪面前毫无还手之力。我尖叫着质问他，为什么把壮壮的游泳圈拿走？又为什么为了教别人女儿游泳，丢下自己的儿子？秦岩用手捂着脸，哽咽地说道：壮壮会游泳，又在海边水浅的地方，我实在没想到壮壮会出事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
秦岩站起身，扑向书桌上的骨灰盒，紧紧抱在怀里。壮壮，爸爸对不起你，都是爸爸太粗心大意了。对于他这副事后深情的样子，我嗤之以鼻。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壮壮再也回不来了，这都是你造成的。秦岩，你罪恶深重。我把秦岩赶出壮壮的房间，从里面反锁上门。第二天去墓地，秦岩开着车，我抱着骨灰盒坐在车后座。一路上我们没有说话，车内寂静无比。我不是不想和秦岩说话，而他是看到我的脸色，不敢来招惹我。秦岩的手机响了，他开了扩音，电话那边传来他的白月光胡潇潇的声音：秦岩，我女儿果果又发烧了，我不会开车，你能不能送我们去医院？秦岩回头看了我一眼，为难地说道：潇潇，我现在有其他事情要忙，不能走开，你打个车去，等我忙完就去医院看果果。接着是胡潇潇带着哭腔的声音：秦岩，我好害怕，我一个人搞不定。呜呜，你不是说我以后遇到困难都可以找你帮忙吗？你说的话难道不算数了吗？啊，果果，你怎么了？你别吓妈妈。秦岩，求你赶快过来吧，果果她晕倒了。秦岩紧急刹车，我的身子猛地向前倾倒，头重重地碰到前面座位的靠背上，肚子被怀里的骨灰盒硌得生疼。秦岩一脸焦急地对着电话那头的胡潇潇说：潇潇，你别慌，我马上就过去。随后他面带歉意地对我说：静初，你先下车，打个车去陵园吧，我把潇潇的女儿送到医院就赶过去，你放心，一定不会错过壮壮的葬礼。我努力压制住心中的怒气，用阴冷的目光望着他。秦岩，你是医生吗？还是神父？孩子生病，明明直接叫救护车，不是更快吗？等你赶过去，纯属多此一举。看我没有要下车的意思，秦岩只好启动车子继续前进。可刚开出去几十米远，胡潇潇的电话又打来了：秦岩，你到哪里了？我和果果在家里等你，你快点来呀！我一把夺过秦岩的手机，他儿子死了，他过不去了。你女儿生病就叫救护车，或者找孩子的亲爸。秦岩很是生气，把手机给我。电话那头沉默了一瞬，随后是委屈的哭声：嫂子，对不起，是我冒昧了。不过你生气也不必说自己儿子死吧。既然秦岩不方便过来，我再想别的办法吧。秦岩夺回手机后，气愤地瞪着我，眼睛里好像都要喷出火了。温静初，你也太没有同情心了吧？潇潇正在为孩子生病担忧，你不安慰不帮助就算了，还说话这么难听。我冷笑，我说话难听，我没有同情心。秦岩，你搞清楚，壮壮是怎么死的？因为你和他约会，壮壮才淹死的。现在壮壮马上下葬了，你又要再次抛弃壮壮去帮他，你对得起壮壮吗？秦岩狡辩道：可是壮壮已经死了，人死不能复生，果果生病送医院更紧急，我得赶过去。我对秦岩彻底失望。秦岩，你不配做壮壮的爸爸，壮壮在天之灵永远不会原谅你的。说完，我抱着骨灰盒下了车，车门刚关上，秦岩开着车直接扬长而去。我努力控制住在眼眶里打转的眼泪，低头对着骨灰盒说道：壮壮，妈妈对不起你，给你找了这样的爸爸，即使你以后不在了，你也永远都是妈妈心中的小宝贝。我打车到达墓地后，亲戚朋友已经等在那里，他们看到只有我一个人，问道：秦岩呢？我没有说实情，只是说他在忙，一会儿就到。亲朋好友纷纷指责秦岩不像话，有什么事还能比儿子的葬礼重要？可在秦岩的心里，
白月光和他的女儿远比壮壮重要。一直到葬礼结束，亲朋好友尽数散去，我坐在墓穴前面，望着墓碑发呆到天黑，依然没有看到秦岩的身影出现，甚至一个电话都没有打来，一条微信也没有发来。秦岩，是你和胡潇潇做得太绝了。我拿着笔记本电脑和车钥匙来到地下车库，打开行车记录仪，听着秦岩和胡潇潇母女俩的欢声笑语，我心底的恨意又加深几分，同时也如愿拿到了我想要的证据。昨晚他俩在车上进行亲密行为的全过程对话。晚上秦岩回到家时，我正坐在沙发上翻看着壮壮的视频和照片，他用责怪的口气对我说：静初，你今天和潇潇说的话实在太过分了。潇潇是个可怜人，她老公生病去世了，你还说让她找孩子的亲爸，多伤她的心啊！我现在拨通潇潇的电话，你给她诚恳地道个歉吧。我不可思议地看向秦岩，真想砸开他的脑子，看看里面装的是什么浆糊。我没有错，凭什么和他道歉？秦岩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和胡潇潇是什么关系，他不就是你学生时代触及不到的白月光吗？现在人家老公没了，你想巴结上去？好呀，我可以成全你们。被我说中他的心中所想，秦岩脸上浮现出窘迫的神色。你别瞎说，我和潇潇之间什么都没有，我就是看他可怜，看在老同学的面子上帮帮他而已。明天我已经继续请假去医院陪着果果，那孩子现在很黏着我，等到果果身体彻底康复出院后，我再去看壮壮。他的话一字一句像针一样插进我的心里，我的壮壮又一次排在了他白月光的女儿后面。我把早就起草好的离婚协议推到秦岩面前，签字吧，我说话算数，成全你和胡潇潇。秦岩狐疑地拿起扫视了一眼，然后扔到一边。我不是已经和你解释过了吗？我和胡潇潇之间除了同学情之外，没有其他的感情。看着秦岩一本正经的撒谎，我对他更加鄙视。既然他不打算签，我为了速战速决，选择起诉离婚。当秦岩接到法院传票时，冲着我喊道：温静初，你简直不可理喻，你和潇潇比起来真是差远了。我毫不在意，那你就赶紧痛快的离婚，和你的白月光结婚去吧。秦岩却说他不想离婚，可我要离，我不会继续和害死我儿子、背叛我的人生活在一起。庭审现场，我拿出从行车记录上拷贝下来的录音，并要求让秦岩净身出户。录音当场播放，秦岩脸上的表情既难堪又愤怒，他指着骂道：温静初，你真卑鄙，竟然和我来阴的。我嗤笑一声，我放自己家车的行车记录仪拍到的内容，正大光明，出轨实锤。秦岩同意离婚，但不同意净身出户。我又淡定地拿出婚前签订并已经备过案的婚前协议，上面有一条，如果有一方出轨，出轨的一方就要净身出户。看着秦岩意外且慌张的表情，他大概是已经忘记这份婚前协议的存在。判决下来，房子、车子和存款全部归我，秦岩净身出户。但我嫌弃车子被秦岩和胡潇潇在上面做脏事污染过，于是大发善心把车子给了秦岩。秦岩搬到了他父母生前住的老房子里，收拾完东西，临走时还在骂我是蛇蝎心肠的女人。我笑了笑，都是被你们逼的。我的壮壮因他们而死，他们想要潇洒地活下去，门都没有。秦岩走后，我换了锁，从此这个家和他再也没有关系。
我把秦岩间接害死壮壮的过程，以及他和胡潇潇的纠缠，完整的用文字叙述出来，并配上部分海边的监控截取片段，发布到各个平台。因为事情比较炸裂，很快引起广泛关注。这男的是不是有病？竟然为了白月光不顾自己儿子的死活？哪是不顾死活，连儿子的葬礼都得给白月光的事情让道。一对贱男贱女，害死了无辜的孩子。秦岩和胡潇潇的个人信息也很快被神通广大的网友扒得体无完肤。胡潇潇从秦岩那里得到我的联系方式，电话里扬言要告我诽谤污蔑和侵犯他的肖像权。我问他要不要我把你们在车里做龌龊事的录音也发出去，他气急败坏。怪不得秦岩说他不爱你，你这样的女人不配得到男人的爱。我被他这句话成功逗笑了，那真是太好了。被秦岩这种人渣爱上才是真的晦气。他那么爱你，真是你的福气呢。祝你们永远相亲相爱。听了我的话，电话那头的他，你再也说不出多一个字。我都可以想象得到他被气得铁青的脸色。在游泳馆给孩子报名的家长纷纷要求退款，他们说不敢把孩子交到秦岩这样的禽兽教练手里。他连自己儿子的生命都忽视，其他的人更不算什么了。游泳馆权衡一下，毫不犹豫地舍弃了秦岩。丢了工作的秦岩对我恨之入骨，除了用电话和微信骂我，还3天2头上门骚扰，往门上泼油漆。早就料到他可能的操作。在秦岩从家里搬走的第2天，我租了一个房子也搬走了，但我在家里和门口都安了监控。秦岩做的一切小动作我都尽收眼底。我直接报警，民警找到他，把他一顿训斥，并拘留了几天。我时不时关注着他的动态，之所以这么做并不是对他念念不忘，而是想找机会给他致命一击。之前我把事情发布到网上后，胡潇潇的微博账号被扒出来。出乎意料的是，遭遇网暴后，胡潇潇并没有选择低调退网，而是索性破罐子破摔，正式宣布和秦岩在一起。虽然依旧被网友骂着，但胡潇潇似乎很享受这种黑红带来的关注，甚至开始直播带货。他们俩每天发动态，各种秀恩爱。秦岩说胡潇潇是他此生唯一爱过的女人。胡潇潇讽刺我是一个没有男人爱的女人。我像看笑话似的看着他们这种刻意的表演。从胡潇潇发的动态中，我得到了关键信息，就是他不知道秦岩已经丢了工作，所以还在时不时炫耀秦岩是多么棒的游泳教练。他更不知道房子归了我，还说秦岩要把房子写他的名字。我迫不及待地等着一个合适的机会戳穿这一切。免费的好戏谁又不愿意看呢？中秋夜，我看到秦岩和胡潇潇同时发布了在某个热门景点的照片，而秦岩的动态中透露这天晚上要求婚。这么人山人海的地方求婚，关注度肯定很高，看来他们想借此再火一把。我感觉时机到了，既然他们想火，我应该助他们一臂之力。于是我拿出 iPad， 在抖音上搜索这个景点的直播，在多个直播间来回切换。终于，直播画面中出现了秦岩和胡潇潇，在一个天桥上，胡潇潇穿着仙气飘飘的古装，秦岩拿着一枚戒指，单膝跪地。只见秦岩仰头，一脸真诚地对着站在面前的胡潇潇深情表白：潇潇，从17岁我就喜欢你，你是我心中的完美女神，请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陪你走过接下来的时光。胡潇潇被感动得捂着脸，周围欢呼声震耳欲聋。嫁给他，
嫁给他。胡潇潇点了点头。秦岩兴奋地站起来。这时我拿出手机，在秦岩正要给胡潇潇戴上戒指时，我拨通了胡潇潇的电话。胡潇潇下意识地去兜里拿手机，秦岩抓住他的手，低声说了一句话，我挂断，再次拨打过去。胡潇潇拿出手机，看了一眼秦岩，按下了接听键。我把 iPad 静音，随后听到了一声伴随着嘈杂声的喂，温静初是吧？你这个电话来的可真是时候。秦岩正在向我求婚呢，他专门给我定制了一个5克拉的钻戒。嗨，我和你说这些干什么？你肯定都没有见过5克拉的钻戒长什么样子。听着他这充满着浓浓炫耀口气的话，我努力憋住不让自己笑出来。是不是蓝色和红色镶嵌的钻石？我从直播间看到胡潇潇看了一眼秦岩手里拿着的钻石。你怎么知道？哦，肯定是你之前相中了，秦岩没有给你买吧？可是他现在买给我了，在他心中，你的地位永远比不上我。我清了清嗓子，对呀，哪能比得上你呢？毕竟可是秦岩花了19.8块的巨款买的。我看到胡潇潇的脸色一变，他看了一眼对面的秦岩，你胡说什么？这可是秦岩花了88万定制的，你就是嫉妒我得到了秦岩的爱，嫉妒他，真是笑话。昨天我在拼夕夕的拼友圈看到了秦岩买的这个超级奢华大钻戒，没想到今天就见证了钻戒被送出去的过程。19.8块的廉价爱，谁稀罕要啊？胡潇潇，你觉得他秦岩像是能买得起88万钻戒的人吗？实话告诉你吧，我们离婚，房子和存款都归我。他得到的那辆开了10年的破车，还是我施舍给他的。不可能。秦岩说，房子是你们婚前他全款买的，和你没有关系。我叹气一声，既然你那么相信他，赶紧答应求婚吧。电话挂断，我看向直播间，秦岩问胡潇潇，是不是温静初打来的？你不用理他，也不要相信他说的话，他就是想离间我们的感情。胡潇潇没有接秦岩的话茬，而是直接质问，房子现在是在你的名下吗？秦岩脸上闪过一丝不自然，当然是了，明天我们去领证，之后我就把房子过户给你。胡潇潇接过钻戒，秦岩乐开了花，周围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。但随后胡潇潇的举动惊呆了现场的所有人。只见他夺过旁边小姑娘手里的矿泉水，滴了一滴水在钻戒上。几秒钟后，他把钻戒扔到秦岩的脸上，愤怒地喊道：“你这个大骗子，竟然拿假的钻戒骗我！”秦岩急忙拉住胡潇潇的胳膊：“潇潇，你听我说，我们先结婚，我答应你，以后一定给你买一个真的。”胡潇潇挣脱了秦岩的手，狠狠地打了他2巴掌。你拿这种话骗鬼去吧，没房没钱还想让老娘嫁给你，真是痴人说梦，浪费我这么长的时间陪你演戏。胡潇潇的话深深地刺激到了秦岩。胡潇潇，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说你不在乎我有没有钱，爱的是我这个人吗？胡潇潇大笑，那是骗你的，我至始至终都没有看上过你。秦岩气得胸口起伏，咬牙切齿地喊道：“你这个贱人！因为你，我儿子死了，老婆和我离婚了。没想到你竟然一直在戏耍我。”2个人在本就拥挤的天桥上扭打起来，周围人迅速散开。在人们的惊呼声中，他们2人掉下了天桥，下面是河水，又是夜晚，没有人敢冒险下去救他们。主播的镜头对准水中的2人，秦岩似乎在救胡潇潇，但胡潇潇一直使劲扑腾，僵持了好一会，秦岩的力气也快耗尽，呼救声渐渐微弱，直到2人一起消失在水面。
秦岩和胡潇潇死了，还是被淹死的。他们也体会到了壮壮临死前的绝望。我来到壮壮的墓前，告诉他：儿子，害你的人得到了报应，你可以安息了。希望你下辈子在天上选一个好爸爸投胎，可以幸福快乐地过一生。即使你不再是妈妈的儿子也无所谓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